Hello， 大家好，跟着大师学水彩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堂俄罗斯画家谢尔盖·库尔巴托夫的水彩演示课。谢尔盖的水彩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和柔和的色彩著称，他对光影和色彩的敏锐感知，为我们呈现了大量描绘俄罗斯城市和乡村的优美作品。你好，早上好，谢廖莎。你好，安雅，大家好。这是谢尔盖·库尔巴托夫，今天来给你们讲讲画好水彩夜景的秘诀。夜景通常被认为是水彩画中最难表达的类型之一，用手指都数得出来我画了多少夜景，倒不是有多可怕，因为我们总是感觉其难度深不可测，因为水彩画与光有关，与透明度有关。是的，然后黑暗这个词吓跑了很多水彩画家。作为水彩画大师，谢廖莎对于光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节。显然，这里光线不是很充足，并不是阳光明媚。是的，这个墙上是日落时最后一道暮色的反光，然后是路灯、手电筒的光。今天谢廖莎要讲的就是如何避免那些陷阱，让夜景变脏、变沉闷的陷阱，还要呈现那些灯光的效果。我今天会向你们展示颜色是如何影响夜晚的感觉，因为我们都有那种心理上的错觉，那里很黑，而黑暗是灰色的、黑色的。既然我们接受了黑色这个颜料，那么可以画出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但那是恐怖的，没有温暖和幸福的夜晚。但如果我们像印象派那样观察它，会看到夜晚充满了色彩，虽然不是那么亮丽，但有着冷暖色调的变化。我们可以好好玩一玩。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我会在这里做2张图来做比较。这里将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而这里将是相对比较明亮的。伙计们，这是莫斯科的公寓楼，一点天空，一些树木，还有一些窗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我们将尝试更多的绘制这些光线。这里我们有同样的房子，但这里我们将只有黑暗，而这里将有一个与之相比较的黑夜。初学者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很难一下子做出深色的薄涂层，往往是用较稠的浓度，1层、2层、3层，层层叠加。灰泥巴就是这样形成的，一幅乏味沉闷的作品就形成了。让我们来纠正这个错误。好吧，这是一个挑战，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，因为水彩画难道不是从淡到深层层叠加的吗？这里正好相反，对，正好相反。让我们先来看一遍，包括左面这个，把所有的坑都踩一遍。先来弄湿纸张，用黄色来给窗户的灯光做底色，有些是黄色的，有些是橙色的。这一步我们在右边同样复制，把一切都弄湿。来一点柠檬黄，冷一点汉莎柠檬黄，葛黄，让它扩散开来，某种灯光，还有橙色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吹干它。让我们用遮盖液涂抹几个窗户，当然也可以最后用不透明水彩来做出一些灯光。我通常不用遮盖液，所以我只做了3个斑点，而留下剩余的窗户
看看会发生什么，哪个效果会更好。我再来吹干它。好吧，让我们先来画这个黑夜。有时候天空并不是那么黑，所以我在这里混合一些深棕色或者胶赭，混合出一种暖色调。一切都需要弄湿。然后这样刷下来。一直引导到下面。吹干它。我现在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，因为要让下面的颜色透出来。我再来吹干它。我们需要这里的光，颜料还没有彻底下沉或干燥，我们可以用清水这样擦洗出来。这个也是，然后把水吸走。我在这里画了一个大叉，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项。当你有意识地经历这些错误时，你出来后就会意识到再也不会有黑色阴影了。现在的天空还是太明亮，并且缺少了某种蓝色。晚上应该很黑，不是吗？我的同志们告诉我，是的，需要添加蓝色。再来做第二遍水洗层，来使它变暗。我有漂亮的颜色，很鲜艳，所以我们来添加群青。让我们再做一次，这是第二层。把一切都弄湿，然后来做修正、修改。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么做，不是吗？该纠正就必须纠正，所以我们的蓝色变得非常蓝。太蓝了，去掉一些。也许多一点，靛蓝，甚至一些中性灰也会有帮助。偏紫一点。灰色，就这样灰色吧。很漂亮。灯光已经几乎看不见了。我现在混合这个颜料，这栋楼的剪影更黑，因为是晚上，所以我混合一个很黑的颜色。我不再弄湿它，因为它很黑，是个剪影。我把窗户留出来，像黑夜中的猫眼。这个橙色窗户也是。如果全部覆盖，就不会有任何发光的效果了。继续坐下来。我会在这里再放一扇窗，就像这样。现在看起来一切都还很亮，不够暗，所以我要继续强化它。这已经是第4遍了。我现在需要让窗户亮起来，让它们发光，像猫眼一样。这里的树木或者灌木是绿色的，
它们在黑暗中，所以应该是最深的绿色。我们就来画这棵树吧。我通常就是这样画树的。很好。这里也有最深的绿色，就像这样。这里的纸完全干了。我刚刚吹干了它，来移除遮盖，再增加几个窗户，几个亮点。有观众说，不管怎样还是很美，除了天空，它就像一幅素描，步骤清晰，也有很多细节。好吧，但它是错误的。从逻辑上说，事实似乎是夜晚是黑暗的，而黑暗中没有光的反射，当然就没有色彩的空间了。我同意，亮度是一个中性的词，不冷也不暖，但我也是感性的。无论如何，我可不想晚上在这样的街区散步。我真的同意，但这有多大差异呢？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正确的部分，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出沉闷和色彩灵动的差异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尝试一下，把它带到我们的图2这幅画里。我在这里打了大叉。我再重申一下我们在图1中所犯的错误，上了太多层颜色，而在这里我们将在1层中执行所有操作，越少层就越水灵，看起来就越像水彩画。下面基底的颜色更多的透出来，闪闪发光，而添加的层越多，则颜色越脏，画面也更沉闷和恐怖。我们会在这里从另一个颜色开始，先来弄湿纸张。现在我要加点古蓝，还有群青，一点靛蓝，更多的古蓝。我就用这个色调来做天空。但不是全部。我混合了天蓝色，因为日落后还不完全是漆黑一片。黑暗的天空变亮了。我需要看看这个颜色有多深，是否需要再加强。我会让它再暗一些，一旦它变干，就会变得更淡。这个步骤需要马上做，所以我做了基底层平涂和渐变。我不等它变干，马上做，把颜色放进去，并且涂抹均匀。天蓝色，我现在用一把干净的刷子，把画板平放，明亮的窗户，
温暖的黄色，棒，像打开一个易拉罐，扩散开来。这就是它展开的地方。再来点橙色，水分让它把深色的原料排开。这里也有一滴，让这个窗户也亮起来。现在用吹风机小心吹干。现在完全干了。接下来是房子，我们在图一做了一个黑色的剪影。现在我不会让它变黑，而是比天空暗一点。我要加一点紫色，这是栗紫色。群青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色调，很合适的颜色，很暗，必须一次完成，可以多调一些颜料。来吧，我们的高层公寓。薄薄的一层，确切地说，底下的颜色都能透出来。我现在又要滴水了，用水来排挤。他又把灯打开了，窗户在发光。嘣，打开这盏，嘣，又打开这盏。这是橙色的灯泡，就像灯泡的光在扩散。再来一滴薰衣草籽，挤干水分，吸走多余的水分，擦洗出更多光亮。再次吹干。现在该画树了。图一中的树看起来甚至是绿的，在黑暗中，我们似乎看到了绿色，但那只是我们试图看到的颜色。而事实上，暮色降临，它不是绿的，它和这一切一样，但只是更暗。树木在前面，而房子在后面。我想通过它们的反差表现出空气。在图一中，我也是这样做的。通过不同明度的调性，制造了空气，制造了空间感。所以在图二中，它是紫色的，而不是绿色。同样的色调，栗紫色，靛蓝，很暗。这就是我们的树。我们在左面已经有一棵树了，所以我不需要再画一棵不同的树，和左面的树一样。还有这边。清除遮盖，露出下面的颜色。我们还可以用白色水粉来提亮几个闪闪发光的斑点。最后一刻，等一下，
我还要加强一下它，因为我觉得它太轻太透明了。不是说一遍完成吗？我这是自己打脸了吗？但尽管如此，我必须这样。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ть таким авторитетным, таким безупречным. 我也不是无可挑剔的。一旦你把自己放在高高的神坛上，你的脚下就开始摇摇欲坠了。好，全都染一遍。我现在在做的是洗干净笔，挤干水分，把这些灯光擦洗出来。У Сергея кисточка, да, Pinax белка микс. 这是一支合成毛的笔刷，来点亮这些灯。То, что здание нам помогло нарисовать. Здесь деревья не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. 在这里，树不是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显示颜色和光线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一幅夜景的总体印象。总之，这是更正确的方式。